女人进入客房时间不大，她的丈夫就来到屋门前，准备捉奸。这位丈夫陈明是因为担心妻子李海鸭与同事王建军一起出差期间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才跟了过来，要当场捉奸。就要破门而入的时候，陈明忽然犹豫了。哎呀，按说海鸭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怎么？海鸭可是出了名的善良本分，一向光明磊落。我要是就这么突然出现，是不是有点太冒失了？对，我应该再观察一下，有了十足的把握，再闯进去也不迟。陈明犹犹豫豫的刚想到这儿，忽然透过屋门，房间里隐约传来了似乎是有人在洗淋浴的声音。这声音透过木门传进陈明的耳朵，在他的脑海里头迅速转换，生成了一幅难以言说的画面。陈明忍不了了，他抬起拳头，咣咣咣连声砸门。屋门一开，妻子李海鸭满脸疲惫，站在了陈明的面前。本以为是服务员，结果一看是自己的丈夫，李海鸭十分惊讶。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不来能看到好戏吗？说着话，陈明跨步闯了进去，直奔卫生间。真挺巧，门只是虚掩着，陈明推门而入。眼前出现的景象着实让他太意外了。陈明瞬间愣在了那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里面的人。里边这位呢，本来十分放松，正在享受着温暖的热水，突然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妈呀一声尖叫，大喊流氓。原来里面这位是一名年轻女性。陈明这才反应过来，赶忙退出卫生间。李海鸭也追上来了。陈明，你要干什么？为什么跟到这儿来了，还闯进洗澡间？你简直是丢死人了。说着话，举起手来。李海鸭真想给丈夫一个大耳刮子。慢着，老婆，不是说你跟王建军一起出差吗？怎么里边是个女的？李海鸭把眼一瞪，女的怎么了？女的就不能叫王建军了吗？陈明被妻子问得张口结舌。这时候王建军也已经缓过神来了，走出卫生间。海鸭，快别凶他了，要怪呀就怪我这名字，从小到大一直被人误会，你就消消气，先去洗澡去吧。说完连推带搡，把同事李海鸭推进了卫生间，然后王建军出来把门给关上了，坐在陈明的对面聊了起来。嘿，这位王建军十分健谈，没几分钟就让陈明完全放松下来了，两个人聊得很开心。最后王建军还拜托了陈明一件事情，让陈明回家之后受点累，您帮着我观察观察我的丈夫，因为我的丈夫别的方面都很好，只是有一点，一直以来似乎总是有一件事情神神秘秘的对我隐瞒着。你要是能够调查揭穿这个秘密，可就帮了我的大忙了。不过呢，最好是在我们出差回去之前，也就是说10天之内完成这个事情，否则我一回家恐怕就很难再发现什么了。一开始陈明不想答应，可后来一看王建军的手机里面存着的她丈夫的照片，哎呀，这不是我的老同学郭义士吗？这个郭义士上学那会儿没少欺负我，好几次都把我给打哭了。现在刚好我可以借机会报报仇。于是陈明满口答应了王建军，说是回去之后我一定跟踪调查你的丈夫，帮你查出他的秘密。陈明也没耽搁，告别了妻子李海鸭以及李海鸭的同事王建军，连夜回到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第二天，陈明就按照王建军提供的地址踩好了点儿，在王建军的丈夫，也就是陈明的老同学郭义士的家和工作单位之间，
悄悄地进行跟踪观察。结果一连3天，郭医师都是2点一线，早上从家里出发去上班，晚上下了班之后直接就回家，根本没有任何的可疑行为。陈明有点失望，心想：哎呀，没想到我的这位老同学他倒是挺规矩，很本分呐。可到了第4天下午，有情况了。郭医师提前1个小时下班走出工作单位，没有回家，开着车去了另一个方向。陈明还真是有2下子，这水平快赶上私家侦探了，居然没有跟丢，一直跟着郭医师，7拐8拐之后，只见郭医师最后把车停在路边，步行进入了一个老旧小区。陈明远远地跟着，郭医师钻进了小区最角落的一栋楼，1楼带小院的一户人家。陈明没法再跟进去了，只好回到小区外面，坐在车里，眼睛盯着这个小区的大门口，一直等着。等到了晚上10点多，那郭医师才大步流星走出小区，开着车回了他自己的家。陈明高兴极了，哈哈，这回可叫我抓住把柄了。不用问，刚才郭医师去的呀，一定是他情人的家。等我把这件事儿告诉你老婆王建军，你就等着你老婆跟你打架闹离婚吧。哎呀，陈明转念又一想，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缺德啊？不是缺德，我这是正义之举。不过万一今天郭医师去的那户人家不是住着他的情人，我不是就会落一个里外不是人了吗？对，我应该进一步证实一下才行。想到这儿，陈明真有心要到那户人家家里头去看一看，可是不行啊，怎么办呢？只好是继续跟踪郭医师。又是一连几天，郭医师都是2点一线，上班下班。眼瞅着今天是第9天了，明天陈明的老婆李海亚和同事王建军2个人该出差回来了。要是今天再抓不住郭医师的把柄，前些天这些个辛苦就等于全白费了。哎，真好，郭医师又提前1个小时下班了，还是开车走那天那条路，7拐8拐的来到了那个老小区，停好车走进了小区的角落里1楼的那户人家。陈明高兴坏了，成败在此一举。呵呵，今天我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不是你郭医师情人的家。一直等到晚上10点多，郭医师还没有出来，陈明有点耐不住性子了，他溜进小区，走到角落这栋楼的这户人家门前，想敲门试探一下，假装是找人的，找错地方了。可还没等他抬手呢，小区保安就从身后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了陈明。你是干什么的？鬼鬼祟祟要干嘛？陈明毫无防备，有点做贼心虚，支支吾吾，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时候听到门外动静的郭医师推门出屋，借着灯光一看，这不是我的老同学陈明吗？你怎么在这儿？你住这儿吗？陈明十分尴尬，但是也不好实话实说。我来找人的。但是说了半天，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要找谁。保安大哥呢，觉得陈明很可疑，非要把他给扭送到派出所。前几天我就见过你1次了，鬼鬼祟祟的，你来这儿肯定没好事。最后还是郭医师一番劝说和担保，保安大哥才松了手，放过了陈明。走出小区的时候，在郭医师的追问之下，由于陈明还是对郭医师有些惧怕，于是就把自己的妻子李海亚与同学郭医师的妻子王建军是同事。王建军请他跟踪丈夫郭医师的事情全给说了，郭医师并没有生气，只是嘱咐陈明，老同学，我来这个地方的事情你可不要说出去尤其是不能告诉我老婆。陈明拍着胸脯是满口答应。回到家之后，
陈明越琢磨越觉得可疑，看样子郭医师很担心，不想让他老婆知道他去过那户人家。哼，好事不被人，被人无好事。可以肯定，那里住着的绝对是他郭医师的情人。我告不告诉他老婆王建军呢？第二天，陈明的妻子李海亚与郭医师的妻子王建军一同出差回来了。由于答应过郭医师，也是害怕郭医师，所以陈明呢告诉王建军，说是我跟踪了好多天，通过观察，你老公郭医师啊，天天都是2点一线，上班下班，没有任何可疑的行为，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一切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可是过了些天，陈明越想越觉得窝囊。合着我白忙活了那么多天，从早到晚的跟踪郭医师，最后还差点被当成小偷送进派出所。你郭医师倒成了好人了，我凭什么帮你保守秘密呀？就凭你上学的时候把我大哭好几回吗？不行，我得把你出轨的事情告诉你老婆。于是他跑到了妻子李海亚他们单位，找个机会就把自己跟踪郭医师的时候所看到的全都告诉了王建军。建军老妹儿啊，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啊，你自己跟过去看看再说，万一不是那么回事呢？我觉得还得是你自己把谜底揭开为好。王建军按照陈明告诉的地址，找到了丈夫郭医师经常偷偷去的那户住在1楼的人家。进去之后，王建军是大吃了一惊，跟他所想象的差距可有点太大了。原来这里住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汉，一问全明白了，怎么回事呢？瘫痪老汉名叫古旦，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战士，在一次激烈的战斗当中，他为了救自己的战友，把战友郭吉月扑倒在地，古旦被炮弹炸伤了后腰，终生残疾。战争结束之后，回到家乡，郭吉月也很有情义，一直照顾着救命恩人战友古旦的生活。若干年后，郭吉月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向儿子郭医师交代后事：孩子，父亲没有别的要求，只想托付你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叔叔古旦，你一定要照顾他终老啊。郭医师流着眼泪，使劲点了点头。为了这件事情，郭医师吹了好几个女朋友，最后遇到了女孩王建军。郭医师很喜欢王建军，真是不想失去她，于是就把自己受父亲托付照顾古旦叔叔的事情隐瞒了。弄清楚这一切之后，王建军并没有责怪丈夫，相反更爱郭医师了。你就不该瞒着我，照顾你父亲的救命恩人，理所应当嘛。那位郭医师的老同学陈明呢，也是很受感动。哎呀，跟郭医师比起来，我真是有点像个小人了。再说了，当初上学的时候也是怪我，人家叫郭医师，我给起外号叫他一锅屎，他能不打我吗？于是从此之后，陈明带着妻子李海亚经常到郭医师和王建军家串门，两家人成了要好的朋友。